你越能看见自己在重复什么，就越能决定自己要改变什么。这句话真正开始让我沉默，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人生里那些让我痛过、困住我、消耗我的情节，并不是偶然发生，而是我在不自觉的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一种模式。我以为是世界在欺负我，以为是命运对我苛刻，以为是别人反复伤害我。可当我停下来看，我才发现，真正重复的从来不是外界，而是我自己。我反复进入相似的关系，反复遇见同样的失望，反复做出让自己委屈的选择，反复在差不多的地方跌倒，反复在同样的情绪里被困住，反复期待别人给我不愿意给自己的安全。以前的我把这些叫做运气不好，叫做这种事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叫做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但其实它的名字叫我还没看清自己的模式。当我开始愿意诚实面对，我一步一步看见了那些我以为是命运的困局，原来是熟悉感的吸引，原来是习惯在替我决定，原来是我不知道怎么活得不同，所以一直活得一样。我看见我在关系里重复的不是爱，是讨好。我在工作里重复的不是努力，是害怕不够。我在生活里重复的不是坚强，是不敢承认自己脆弱。我在选择里重复的不是自由，是逃避真正的渴望。我在梦想里重复的不是前进，是反复怀疑自己。而当我越能看见这些重复，我就越能理解，原来人生不是卡住，是提醒，提醒我，你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。看见是改变的开始，不是责备，不是逼迫，不需要立刻完美，只是让所有自动运作的习惯开始有机会停下来。我发现，当我愿意看到自己在重复什么，一些事情开始慢慢松开。当我看到自己总是把需求放最后，我开始练习说出我也需要。当我看到自己总是害怕冲突，我开始练习坦诚。当我看到自己总是急着被肯定，我开始学着先肯定自己。当我看到自己一直在某种循环里打转，我开始问，如果我选择不同呢？改变不是巨大的破坏，改变是一个很细微却很真实的转向。有时只是一次说真话，有时只是一次拒绝，有时只是一次不逼自己，有时只是一次停下来呼吸，有时只是一次诚实的承认，我不想再重复以前的自己了。而宇宙会在你每一次微小的清醒里，给你新的路，新的回应，新的机会，新的频率。因为当你越能看见自己的模式，你就越能找到出口，越能把力量拿回来，越能让人生不再是习惯的延续，而是意识的选择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你的人生并不是被命运决定，而是被你不愿意看见什么决定。而一旦你愿意看见，事情就会不同。当你越能看见自己在重复什么，你越能决定什么不再延续，
什么可以改写，什么该离开，什么该靠近，什么需要修补，什么需要重生。而那一刻开始，你不再只是活着，你开始真正掌握人生的方向。当我开始看懂自己的模式，命运也开始为我让路。这句话真正落进我心里，不是在我以为自己清醒、理智、成熟的时候，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跌在同样的地方，痛在同样的故事里，突然意识到，好像不是世界在跟我作对，而是我自己在用同样的方式重复活着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困难总是换个场景又出现，不懂为什么不同的人却让我感受到同样的失落，不懂为什么努力换了方式，结果却还是差不多，不懂为什么命运像是把我推到一条固定的轨道，我越想逃就越回到原点。我以为那是人生的限度，以为那是我的命数，以为那是世界在告诉我，你只能这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到停下，不再解释，不再抱怨，不再对抗，只是单纯地问自己，是不是有什么是我一直没有看见？当我把这个问题放进心里的黑暗里，慢慢翻找，慢慢靠近，我才意识到，命运不是在重复，是我在重复。我在重复自己的恐惧，重复自己的防卫，重复自己的讨好，重复自己的退缩，重复自己以为的我只能这样，也重复自己从来不敢承认的渴望和伤。我在模式里循环，命运就在循环里回应我。当我开始看懂自己的模式，有些事情突然变得清晰。我看懂，原来我对爱的退缩，来自小时候不被理解的习惯；原来我对努力的急迫，来自生怕不够好的恐慌；原来我对关系里的忍耐，来自害怕被遗弃的阴影；原来我对机会的犹豫，来自害怕成功也会失去的矛盾；原来我对世界的紧绷，来自我从未真正相信自己值得被接住。这些模式像是一把把无形的锁，锁住了我以为的自由，但真正让我震动的，不是这些发现有多痛，而是在我承认它们的那一刻，命运悄悄松了一下。我突然发现，那些一直让我无法向前的困境，开始有了出口；那些一直卡住我的选择，开始出现新的方向；那些我以为逃不出来的循环，开始出现断裂的第一道光。原来命运不是阻碍，是镜子，照见那些我还没学会的课题，照见那些我还没疗愈的伤，照见那些我以为忘了，其实还在疼的地方。当我愿意看懂自己的模式，命运不再需要用重复来提醒我，它开始换一种方式，温柔的让路。它让我遇见新的可能，让我吸引更适合的人，让我有勇气做以前不敢做的选择，让我感受到自己其实正在改变，让我终于靠近那个我真正想成为的自己。因为当我开始了解自己，命运也才能知道该往哪里带我。我越能看懂自己的模式，越能做出不同的选择，而我的选择就成了生命的突破口。
我不再用害怕做决定，我开始用觉醒做决定。我不再用习惯回应世界，我开始用意识回应世界。我不再让模式主导我，我开始让内在的清晰慢慢导引方向。而就在这样一点一点的觉察里，命运的路慢慢变宽，慢慢变亮，慢慢不再让我感到窒息。我才真正懂得，原来命运没有要困住谁，它只是等你看懂自己，等你愿意改写，等你不再重复那些让自己更远离光的方式。当我开始看懂自己的模式，命运便开始为我让路。因为我第一次不是把力量交给世界，而是把力量拿回自己手里。你越能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，越能温柔地改写它。这句话真正让我沉下来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、失望，甚至责怪时，忽然意识到，我所做的一切从来不是没有理由，只是我以前从未停下来听懂那些理由。我们常常以为改变是做得更好，是不再犯错，是立刻变成熟。所以当自己又陷入旧反应、旧习惯、旧模式时，我们习惯第一时间责备自己，说自己怎么又这样，说自己是不是永远不会变，说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。可其实，所有让你困住的行为，背后都藏着一个很深、很真实的原因，而那些原因，往往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的故事。我曾经不理解，为什么我在关系里容易退缩？为什么我面对机会反而迟疑？为什么我遇到压力时总是想逃？为什么我明明渴望被爱，却常常拒绝靠近？为什么我渴望成功，却又害怕真正踏出去？我以为这些都是性格的缺陷，直到我愿意坐下来，好好问自己，这个行为是为了保护什么？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很久以前就上锁的心。我发现，我退缩，是因为我害怕被否定；我迟疑，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不值得；我逃避，是因为我从小就学会忍着，不麻烦谁；我拒绝靠近，是因为靠近意味着可能再次受伤；我停在原地，是因为我还不相信自己能承受成功带来的变化。原来每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行为，背后都有它努力存在的理由。它不是阻碍，是保护，只是它保护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我。当我越能理解自己的行为背后藏着什么故事，什么害怕，什么渴望，我就越能温柔地改写它。不是靠压抑，不是靠强迫，不是靠责怪，而是靠理解。理解让行为松动，理解让心不再反抗，理解让自己愿意慢慢改变。例如，当我知道退缩来自害怕，我就能练习在害怕里前进半步，而不是责怪自己不勇敢。当我知道迟疑来自自我价值感的不足，我就能开始练习肯定自己，而不是逼自己马上做决定。当我知道逃避来自疲倦，我就能让自己休息，而不是因为一时的退让否定整个努力。当我知道拒绝靠近来自曾经的伤，我就能给自己时间安全地打开。
而不是强迫自己应该早就放下。当我知道停滞来自不稳定，我就能先把内在稳下来，而不是批评自己为什么走得这么慢。理解，让我第一次能以温柔的方式重新对待自己。我曾试着用责难逼自己改变，结果只换来更多恐惧。我曾用严格要求自己成长，结果又掉进新的压力。但当我用理解靠近自己，我才真正开始改写行为。改变不是一瞬间的蜕变，而是一种逐渐被理解的过程。你越理解自己，越不会把自己推进伤害，越不会用力过猛，越能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慢慢前进。而宇宙最温柔的部分在于，当你愿意以理解取代压抑，以接纳取代批评，以觉察取代逃避，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开始不同了。你不再重复过去的循环，不再对同样的事反应过度，不再被旧伤牵动，不再被模式拉回原点。你开始真的往新的版本靠近，因为你越能理解自己的行为背后的原因，你越能在那个地方放下多年的重量，放下不必要的恐惧，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。你越能理解，你就越能温柔，你越能温柔，你就越能改写。而当你慢慢改写，命运也会慢慢对你展开新的页面。改变永远不是靠狠，是靠懂，靠懂得自己，靠懂得心里那些未被说出口的理由，靠懂得你的行为其实都只是曾经的你努力活下来的方式。而现在，你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活得更自由了。当我理解恐惧背后的渴望，命运便变得温柔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发亮，是在我终于愿意承认，恐惧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它其实只是披着黑暗外衣的愿望，一种还来不及被我拥抱，却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愿望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恐惧视为敌人，我以为恐惧会拖累我，会摧毁我，会让我变弱，所以我努力把它压下去，努力假装自己没事，努力用坚强遮住那些会被看穿的角落。但越是这样，恐惧越变得沉重，越像阴影，越像无法驱散的雾。我以为是自己不够勇敢，以为是命运对我不友善，却从未想过，我害怕的并不是恐惧本身，而是恐惧背后那个我不敢承认的渴望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个夜里突然停下来，呼吸变慢，心变得柔软。我第一次不是压住恐惧，而是靠近它。我问自己，你现在害怕的是什么？然后我又问一句更深的，这个害怕是因为你其实很想要什么？这个问题让我像被温柔轻轻打开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害怕被拒绝，是因为我渴望被爱；害怕失败，是因为我渴望成功能靠近自己；害怕被比较，是因为我渴望被肯定；害怕孤独，是因为我渴望被理解；害怕出错，是因为我渴望自己值得信任；害怕离开舒适圈，是因为我渴望更大的自由。原来恐惧
只是愿望被压太久，变得没有语言，只能用害怕的方式示弱。它不是来阻止我，而是提醒我，心里还有一个更深的方向，等待我听见。当我越能理解恐惧背后的渴望，我对自己的眼光开始变得柔软。我不再用责备看自己，不再对自己说你怎么又怕了，而是说，原来你这么渴望那个东西，难怪你害怕，你其实一直很努力。这份理解让我第一次觉得，恐惧不是黑暗，是光的入口。而就在我改变对恐惧的态度后，命运真的开始变得温柔。我发现，以前让我逃跑的事情，我开始能慢慢靠近；以前让我紧张的场景，我开始能更稳地站在里面；以前让我反复退缩的选择，我开始能伸出手；以前让我觉得不可能的梦，竟然开始有了路径。不是世界变得容易，是恐惧不再把我推开。因为我开始明白，它其实一直站在门口等我，不是要阻挡我，而是要带我走向那个愿望的方向。当我说出自己的渴望，恐惧就不再需要大吼提醒。当我承认自己的需要，命运也知道该如何安排。当我愿意看见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宇宙就能明白我要前往哪里。恐惧曾经是我逃避的理由，后来却成了我理解自己的入口。再后来，它变成命运转弯的起点。因为当我理解恐惧背后的渴望，我不再与自己对抗，我开始与自己同行。我开始用愿望，而不是害怕，引导前路。那一刻开始，命运真的变得温柔。它不再推着我，不再逼着我，不再让我绕圈，而是像一条慢慢展开的路。在我每一次勇敢靠近自己的时候，也向我靠近一点。最后我才明白，恐惧不是爱的反面，恐惧不是勇气的反面，恐惧是渴望的反面，而渴望才是带我抵达的真正方向。当我理解恐惧背后的渴望，命运便变得温柔，因为那代表我终于愿意用光取代影子，用真实取代逃避，用自己取代习惯。而宇宙就在这样的理解里，轻轻地把我推向更好的地方。你越能理解自己的脆弱，就越能长出真正的力量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扎根，是在某一天我累到说不出话，却仍然强迫自己撑着，笑着，装着没事。最后忽然明白，我不是没有力量，我是一直在拒绝让真正的力量生长。因为我曾经以为脆弱是一种缺陷，是一种不够好、不够坚强、不够成熟的象征，所以我努力隐藏，努力在崩溃时维持体面，努力假装无所谓，努力让所有人看不出我的裂痕。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内心像被掏空，越觉得力量从指缝里流走，越觉得自己像在硬撑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形状，越觉得真实的自己离我越来越远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再也骗不了自己。我坐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第一次没有责怪自己软弱，而是问自己，
你这么努力撑着，是在害怕什么？那一刻，脆弱不再是我必须对抗的东西，它变成一扇被我忽略很久的门。当我轻轻推开，我才看见脆弱背后藏着我从未真正承认的需求。我害怕被看见脆弱，是因为我渴望被接住。我害怕表现不完美，是因为我渴望被肯定。我害怕被麻烦，是因为我渴望被允许。我害怕依赖，是因为我渴望信任。我害怕失败，是因为我渴望自己值得更多。原来，脆弱不是缺陷，是秘密，是灵魂最真实的愿望，以最不华丽的方式浮上来。当我越能理解自己的脆弱，我越能看见那些我以为是问题的地方，其实都是力量尚未长成的位置。力量不是来自硬撑，力量来自理解。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痛，理解自己在守护什么，理解自己哪些地方还没被爱过，理解自己哪些地方渴望被看见，理解自己哪些地方需要重新学习靠近。这种理解让我第一次不再与自己为敌，我不再逼自己要坚强，而是问自己，你现在需要什么？我不再批评自己的不稳定，而是问，这份不稳定在提醒我什么？我不再羞愧自己的眼泪，而是说，你已经忍很久了。我不再排斥自己的渴望，而是慢慢允许它被承认。理解脆弱，让脆弱变得不再可怕，它开始变成一种指引，指向我需要照顾的地方，指向我尚未疗愈的故事，指向我真正渴望成为的样子。而就在我越理解自己的脆弱时，力量真的开始生长。它不是突然的勇敢，不是巨大的突破，而是一种很深、很稳、很安静的力量。那种力量让我不再害怕承认需要，让我不再害怕示弱，让我不再害怕失败，让我不再害怕不完美，让我不再害怕真实。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没有脆弱，而是与脆弱和平共存，是在脆弱里找到自己的根，是在痛里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是在倒下的时候仍然知道如何站起来。理解脆弱，让我长出的力量不是用来伪装的，而是用来支撑生命的，是一种即使跌倒也不会迷失的力量，是一种即使心痛也知道自己值得继续的力量，是一种即使前路未知也愿意往前踏一步的力量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是不会受伤，而是在受伤后仍能温柔地对待自己。当我越能理解自己的脆弱，我越能长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不被外界夺走的力量。那是一种从心里长出来的光。当我愿意看见自己的不成熟，我也开始走向成熟。这句话真正开始让我省下来，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明白，成熟并不是某个瞬间抵达的状态，而是一种愿意诚实看见自己的勇气。我曾经以为成熟是完美的，是不犯错、不迷惘、不动摇，是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，是懂得收放
懂得取舍，懂得进退。是没有脆弱，没有混乱，没有失控。但越是这样想，我越觉得自己离成熟很远。因为我仍会因一句话受伤，仍会因期待落空而感到失衡，仍会在压力下手足无措，仍会害怕失败，仍会在关系里退缩、急切、担心，仍会被一些小事牵动整天。我以为这些都是我还不够好的证据，所以我拼命装得像大人，装懂事，装冷静，装坚强，把所有不成熟的地方藏起来，藏到我自己都看不见。但生活却清楚地提醒我，我只是把不成熟换上了伪装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也撑不住，我坐下来，深深地呼吸，第一次不再逃避自己的不足，而是问自己，如果我的不成熟不是缺陷，而是一个入口，那它正在引我靠近什么？那一刻，我突然变得柔软，因为我明白，没有一个人成熟的没有痕迹。成熟不是去掉不成熟，而是看得见不成熟，还能温柔地对待自己。当我愿意看见自己的不成熟，我看见了自己害怕失去的地方，自己渴望被肯定的地方，自己还没学会表达的地方，自己还不敢面对的情绪，自己拥有但尚未稳定的力量，自己需要被照顾的部分，自己假装坚强的原因。我也看见了那些让我觉得羞愧的反应，背后都有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小小我。以前我会责怪自己为什么做不到，现在我会问自己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你是不是害怕了？你是不是需要被理解？你是不是只是还没学会？这样的询问，让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慈悲。而就是在这种慈悲里，我真的开始变得成熟。因为成熟不是完美，成熟是觉察，是承认，是理解，是愿意负责，是愿意面对，是愿意调整，是愿意不把伤害传递出去，是愿意停下来，选一个更好的方式。越愿意看见不成熟，越能真正学会成熟；越愿意承认不足，越能找到成长的位置；越愿意停下逃避，越能走向力量。成熟不是一种表现，是一种方向，是一种愿意靠近自己的态度，是一种不再假装的真实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你再也不犯错，而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跌倒，并愿意在下一次用不同的方式前进。当我愿意看见自己的不成熟，我也开始走向成熟。因为那一刻，我不再逃避自己，我选择认识自己。而认识自己，永远是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唯一且最温柔的道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